过去20年，汽车圈直接卷疯了。更严的排放法规、更卷的燃油效率、更狠的成本压力，硬生生逼出了一堆全新发动机设计。以前的发动机主打一个耐造、抗造、皮实耐用，现在的工程师们却疯狂堆料、小型化、缸内直喷、可变气门证实。涡轮增压看似高大上，实则藏了一堆坑。不可否认，这些新技术确实香，效率拉满，排放降低，小排量也能爆大动力。但重点来了。复杂程度越高 ，bug 就越多。很多在理论上完美到封神的发动机，实际开起来全是反向惊喜，修一次能让你肉疼到哭。今天就给大家扒一扒12款被车友圈骂爆的问题发动机，每一款都在维修厂反复翻车，全是车主们血和泪的教训。买二手车的宝子们，这篇直接码死，看完再也不踩坑。先声明，不黑任何一款车，纯基于维修厂真实报告、车主血泪反馈整理的高频故障机型，主打一个真实不掺水，帮大家避开那些买得起修不起的隐形成本陷阱。BMW B38 1.5 升3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3缸魔咒焊死了。宝马这波真的翻车翻得明明白白，本来想靠这款3缸机证明豪华车也能玩小排量，结果直接把3缸斗焊死在车身上。这款机广泛搭载在宝马一系、Mini Cooper、宝马 X1 等车型上，看似小巧省油，实际毛病多到离谱。首先是抖到怀疑人生那种，哪怕宝马加了平衡轴也压不住3缸的天生缺陷，开久了方向盘震马手，座椅震屁股，体验感直接拉胯。更致命的是高里程后发动机轴承容易过早磨损，最坑的还是正时链条、高转速加涡轮增压的双重暴击，分分钟把链条章紧气干废，一旦链条断裂，活塞和气门直接互殴，维修费用能直接盖过发动机本身，相当于买个新发动机。还有个通病，进气门积碳，毕竟是缸内直喷，积碳就像家常便饭，不定期清理，动力直接腰斩，油门踩到底都跑不快。划重点，买这款发动机的二手车必查保养记录，机油必须用优质的，不然哭都来不及。2. 标致雪铁龙集团 Stellantis 1.2 PureTech 3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湿皮带等于定时炸弹。这款机堪称省钱一时爽，维修火葬场搭载在标致208、雪铁龙 C3、欧宝 Crossland 和 DS 系列车型上。当年吹爆的湿皮带系统，如今成了最大的坑，几百万车主集体踩雷。所谓的湿皮带就是正时皮带泡在机油里转，号称能减摩擦、提效率、做紧凑。结果呢，高温机油直接腐蚀皮带，橡胶颗粒掉下来堵死机油通道，分分钟导致润滑故障，发动机直接罢工。更坑的是，频繁短途行驶，颗粒过滤器再生都会让燃油混进机油，直接加重皮带损耗。很多车还没开到12万公里，皮带就废了。划重点，这款机的正时皮带必须每12万公里强制更换，换一次就要1000加欧元，而且第一代机型问题最严重。买二手车必问皮带换没换，有没有异常噪音，机油消耗是不是太快。3. 大众第一代 1.4 TSI 发动机 EA111 系列正时链条的噩梦，谁买谁后悔的典型代表。这款机当年火遍全网，搭载在高尔夫、途观、奥迪 A 西雅特、Legend 等大众集团车型上，涡轮加直喷的组合，看似动力拉满，实际全是暗病，老车主哭晕在厕所。最大的坑就是正时链条，开个10至15万公里必出问题，链条张紧器根本扛不住负荷，轻则异响，重则断裂。对于这款干涉式发动机来说，链条一坏，整个发动机直接废一半，维修费用大几千起步。还有个致命通病，进气门积碳，缸内直喷的锅，燃油不冲洗进气门，机油雾和燃烧残留物堆得像小山，动力越来越弱，清理一次就要几百欧元，很多车主根本不知道要定期清理。避坑指南，后期 EA211 系列已经改进了这些问题，买二手车一定要分清是 EA111 还是 EA211。EA111 直接 pass， 除非保养记录完美到离谱，否则别碰。4. 奔驰 M274 2升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本应成为奔驰的全新高效机型，搭载于 C 级、E 级和 GLC 车型，融合了缸内直喷、涡轮增压和复杂的 Camtronic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，但这种复杂性也带来了问题。Camtronic 系统容易积灰，若保养不规律，可能出现故障，维修工序复杂且费用高昂。部分发动机存在机油消耗过高的问题，尤其是在生产初期，其原因多种多样，从活塞环问题到气门杆密封件泄漏不等。奔驰已开展多项技术行动，以解决已知的薄弱环节。正时链条也可能出现问题，保养不规律或使用劣质机油会导致链条张紧器过早磨损。这款发动机的链条损坏维修成本尤其高昂，因为需要拆卸许多部件。购买时应关注完整的保养记录，检查是否已执行相关召回行动，定期使用原厂认证机油进行机油更换，对这款发动机至关重要。
5. 奥迪第一代 2.0T FSI 发动机 EA888 系列，这款发动机搭载在数百万辆车型上，包括奥迪 A 飞 Q5 以及众多大众集团车型。它本应巩固奥迪作为技术先驱的声誉。最著名的问题是机油消耗过高，许多第一代发动机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活塞环问题，机油消耗会显著增加。奥迪长期将这一数值称为正常现象。烧机油会引发进一步问题，进气门积碳、催化转化器堵塞和排放增加，而缸内直喷技术会进一步加剧积碳问题。奥迪在后续生产中改进了活塞环，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。2012年左右之后的发动机受影响程度明显降低，专业的气门清洁费用超过1000欧元，建议每6万至8万公里进行一次。许多车主低估了这项保养的必要性。购买时应检测机油消耗情况，并关注积碳迹象。有记录显示机油消耗较低的发动机出现问题的概率要低得多。6. 菲亚特 0.9 Twin Air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这是一款激进的实验性发动机，仅2个气缸，875立方厘米排量，本应足以驱动菲亚特500、熊猫 Panda 和兰奇亚 Ypsilon 车型。意大利人希望通过极端小型化来脱颖而出，然而双缸发动机存在根本性缺陷，运转比多缸发动机更不稳定，会产生强烈震动。菲亚特尝试通过平衡轴来补偿，但运转平顺性仍存在问题，震动会对所有附件造成负荷，尤其是双质量飞轮容易受到剧烈燃烧脉冲的影响。许多车主反映，在高里程使用情况下，飞轮会出现问题。涡轮增压器为了从小排量中输出动力，需持续处于负荷极限工作，这会导致热过载和过早磨损。电控液压气门正时系统的 Multiar 部件对机油质量极为敏感，延长机油更换周期可能导致高昂的故障维修费用。对于一辆二手车通常仅需几千欧元的小型车而言，这些维修费用在经济上已失去合理性。Twin Air 是一项有趣的实验，但事实证明它对于日常使用来说过于复杂。7. 捷豹路虎 JLR 2.0 Ingenium 柴油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本应引领品牌进入现代化时代，搭载于路虎揽胜极光，发现运动版和捷豹 XE 曾被视为技术杰作，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。喷射系统容易积灰，燃油中即使少量杂质也可能导致高压泵或喷油器故障，维修费用高昂，颗粒过滤器经常堵塞，尤其是在短途行驶情况下，其再生系统复杂且易出故障。许多车主反映柴油颗粒过滤器问题反复出现。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是机油稀释，未燃烧的柴油混入机油会降低其润滑性能，可能导致轴承磨损。捷豹路虎已开展多项软件更新和技术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，但许多 Ingenium 发动机仍存在问题，尤其是在短途行驶工况下。购买时应关注完整的保养记录，检查是否已安装所有更新，以长途行驶为主的车辆出现问题的概率更低。8. 马自达 2.2 Sky Active D 柴油发动机，马自达以可靠性著称，这款2.2升 Sky Active D 柴油发动机本应延续这一传统，搭载于马自达 6CX5 和马自达3，融合了高动力与高效率。其主要问题出在凸轮轴上，在生产初期，有报告显示排气凸轮轴的表面硬化存在问题，磨损可能导致机油循环系统中出现金属颗粒，进而造成进一步损坏。这些颗粒可能损坏精密的涡轮增压器，堵塞真空泵，真空泵故障会导致制动助力失效，存在安全隐患。此外，该发动机的进气气管容易积碳，废气再循环会导致烟灰堆积，阻碍进气，定期清洁是必要的。在短途行驶工况下，颗粒过滤器再生可能导致机油稀释，使机油变稀并失去润滑性能。马自达已发现这些问题并进行了改进。2017年左右之后的发动机受影响程度明显降低。购买较老款车型时，应检查凸轮轴和涡轮增压器是否已更换。9. 现代起亚 1.6 GDI 发动机 Gamma 系列，这款发动机搭载在数百万辆车型上，包括现代 i30、起亚塞拉图 Seed、狮跑、Sportages 等众多车型，曾是大规模召回行动的对象。其主要问题出在曲轴、主轴承上，生产缺陷导致轴承过早磨损，机油循环系统中出现金属颗粒，这些颗粒可能造成进一步损坏，甚至引发发动机起火。现代和起亚已开展大规模召回行动，并安装了软件更新，用于监控爆震传感器。当检测到异常时，发动机控制系统会降低功率，以避免损坏。另一个问题是进气门积碳缸内直喷技术导致的堆积物需要定期清除。催化转化器安装位置非常靠近发动机，容易因震动而损坏，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碎屑，理论上可能进入发动机内部。购买时务必检查是否已执行所有召回行动，安装了最新软件并完成相关技术改进的发动机可靠性会显著提高。
10大众 2.0 TDI 发动机179或204马力，这款发动机搭载于高价值车型，包括大众 T5、T6 和阿默克 Amarok 这些商用车的二手车价格通常超过3万欧元。但发动机舱内可能隐藏着高昂的意外成本，问题出在废气再循环 AGR 冷却器上。在生产初期 ，AGR 冷却器由铝材制成，腐蚀性废气会侵蚀材料，导致腐蚀。当铝颗粒脱落并进入燃烧室时，会产生研磨作用，导致气缸壁磨损加剧。受影响的发动机会出现机油消耗增加的情况。大众已发现这一问题，后来采用了带涂层的 AGR 冷却器，许多车辆已在相关技术行动中完成维修。并非所有发动机都会出现此问题，但受影响车辆可能产生极高的维修成本，仅更换发动机就需超过 1.5万欧元。购买时应检查 AGR 冷却器是否已更换，有更换记录的车辆无此隐患，机油消耗增加可能是故障预警信号。11欧宝 2.0 CDTI 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总体被认为是耐用的工作发动机，搭载于欧宝英速亚 Insignia、塞菲利 Safira 和卡卡斯卡达，曾享有良好声誉。但一个小部件可能引发大问题，机油底壳深处，机油泵进气管与油泵本身之间有一个密封件。这种橡胶密封件会随着时间推移老化变硬开裂，若密封件失效，机油泵会吸入空气，机油压力上升缓慢，尤其是在冷启动时极端情况下，可能导致润滑不足和轴承损坏。问题的关键在于诊断，该密封件位置隐蔽，故障迹象并不总是很明显。许多维修厂只有在已出现损坏时才能发现问题。预防性更换密封件的费用约为600欧元，属于可承受范围，而轴承损坏的维修费用可能超过5000欧元。购买时应询问密封件是否已更换，对于高里程车辆进行预防性更换是明智的选择。12福特 2.0 EcoBlue 柴油发动机，榜首位置由一款主要影响商业用户的发动机占据。这款福特 2.0 EcoBlue 柴油发动机搭载于全顺 Transit、全顺 Custom 和 Ranger 车型，这些车辆需要每天创造收益。与标致雪铁龙的 1.2 PureTech 发动机类似，这款发动机的正时皮带也在机油中运转，设计初衷是减少摩擦、节省燃油，但在实际使用中，高温机油会侵蚀皮带材料，短途行驶工况下问题尤为严重。未燃烧的柴油混入机油会增加皮带的化学负荷，导致皮带分解并产生磨损颗粒，这些磨损颗粒会堵塞机油泵的吸油滤网，导致机油压力骤降，发动机因润滑不足而彻底损坏。这对商业用户来说尤为关键。发动机故障不仅意味着高昂的维修费用，还会因车辆停运导致收入损失。皮带更换工序复杂且费用高昂，许多企业会在皮带更换周期到来前出售车辆，而新车主通常是小型企业或个人，则会面临这一问题。福特以改进设计，采用了更优质的皮带。购买时应检查搭载的皮带试带以及是否已完成皮带更换。总结，这12款经过分析的发动机表明，现代技术在带来优势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新的风险。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代发动机都存在缺陷，但你必须重视其对保养和使用工况的更高要求。作为二手车买家，你应进行充分调研，不要只关注购买价格，看似划算的低价车，可能很快就会让你付出高昂的维修成本。与其在所谓的便宜货上省钱，不如多投资一点，购买一辆保养良好、历史记录清晰的车辆。购车前了解目标车型发动机的已知薄弱环节，检查保养记录，必要时请专业维修厂对车辆进行检测。这项投资日后可能为你节省数千欧元。你是否有过这些发动机的使用经验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